1919年的1月15日这一天，波士顿的气温异常的温暖，许多人都聚集在外面吃饭，洗洗晒晒，享受着阳光的沐浴。在下午1点左右，波士顿北端商业街的一个高15米、直径28米的钢制储罐破裂，超过758万升的液体就像是海啸一样倾泻而出，以每小时56公里的速度淹没了整个街道。周围的公寓楼房屋被压塌，行人和马匹无一幸免，都被冲走，最后都困在了这种粘稠的液体里面窒息而亡。最终，这场灾难造成了21人死亡，150多人受伤。而这种液体并不是什么高腐蚀性的化学溶液，而是当时唾手可得的糖浆。Hello， 大家好，我是正正。你们喜欢看灾难片吗？在电影当中，城市被破坏、世界末日等经典元素时常被搬上大荧幕，总是能够给我们特别震撼的感觉。话说天灾人祸，世事无常，自然灾害是人类无法避免的，只能预防和善后。然而，人为灾难的杀伤力也更不容小觑。今天给大家讲的就是一起有史以来最离奇的灾难。首先声明一下，这并不是什么电影场景，而是真真切切发生过的。这听上去是不是很离谱？一场黏糊糊的糖浆洪水，竟然有着如此大的威力，泛滥到能够淹死人的程度。一位名叫艾萨克·耶顿的幸存者回忆，自己当时正在把车胎拖进盆子里面，他先是听到了一阵低沉的隆隆声，并没有在意。随后他发现了一辆车腾空地向他驶来，边上还有瓶子和货箱，于是他撒腿就跑，不料被一波糖浆追了上来。艾萨克一下子被抬高了10多米，撞到了门上。他受伤后无法挣扎，全身都被糖浆覆盖着，还好工头扔下了梯子救了他一命。然而，不是所有的人都像艾萨克一样幸运，许多工人、居民和孩子都被卷进到了厚厚的糖浆当中，无法挣脱，有的则当场窒息而死。与此同时，糖浆淹没了波士顿消防局的房屋、船屋、仓库和发动机，食物、啤酒桶、猪和马也都一起被冲到了街上，所有的人都吓坏了。几米高的糖浆覆盖了整个街道，储罐的碎片被抛向空中，附近的建筑物开始坍塌，好像地基被撕开了一样，许多人都被砸伤。而被糖浆所困的居民只能试着把头部保持在糖浆上方，因为一旦被淹没，几乎就是死路一条。而且沿着商业街的高架铁路也开始倒塌，好在一名列车员及时发现了异常，阻止了火车进站，不然整个列车都会坠入到糖浆的深渊中。所有人都不敢相信，也不知道接下来要如何展开清理和救援工作。这些糖浆简直就像是大型粘苍蝇板，由于密度高又富有粘性，正常人走2步就挪不动腿了。更糟糕的是，随着夜幕降临，气温降低，糖浆逐渐变硬，变成了固态，救援工作愈发变得困难。而这起灾难的源头正是美国工业酒精公司 USIA 发生爆炸的钢制储罐建于1915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工业酒精可以从糖浆当中蒸馏出来，然后卖给武器公司，用来制造炸药。由于军方需求量大，所以这家公司的利润很高。不过这个项目从一开始就出现问题了，比如经常发现泄漏或者隆隆的异响声。不过没有人在意这些，因为项目经理是这家公司的财务主管亚瑟·杰尔，他没有任何技术、建筑和工程经验，在非常仓促的情况下就建好了这个钢制储罐。为了加快投入生产，亚瑟回避了安全防御措施，测试泄露的流程也相当的简单。他没有注满整个水箱，而是只放了半米的水。但是工人们平时却看得一清二楚，每次注水里面都会传来异响，外表也出现了明显的裂缝。孩子们轻轻松松就可以用杯子装满一杯裂缝处渗出的糖浆。虽然工人们经常上报泄露事件，但公司连眼皮都不会提一下，因为战争带来的丰厚利润已经蒙蔽了他们的双眼，他们不可能停下来费时费力费钱去进行维修。到了1918年，有一名工人捡到了罐壁上的碎片，把这潜在的危险证据交给了亚瑟，但他依然不为所动。后来干脆下令将钢制储罐的外表涂成了棕色，来掩盖掉泄露的痕迹。在事发前几天，又来了一批新货，当时的最低气温很低，仅为零下的16摄氏度。为了方便转移，公司对着190万升的糖浆进行了加热，随后倾倒在这饱受风霜的储罐中。然而，罐内的旧糖浆温度又很低，一冷一热混合后，触发了发酵过程，产生了大量的气体，工人们都听到了隆隆的异响。1个星期之后，也就是1月15日当天，此时的储罐已经重达了2600万磅，而罐内的气体也对钢壁施加了额外的压力，最终还是裂开了。不能想象2600万磅的糖浆淹没半个城市的场景。咱们生活当中普遍最难清理的就是糖渍，像可乐或者带糖的饮料，一旦被打翻，都要第一时间清理，要不然等干了就很难再清洁了。除了有粘性招来昆虫之外，还会让污垢一层又一层的附着。如果你不小心一脚踩上去，糖渍还会附着到各种别的地方，真的是很难处理。而当时的波士顿也是一样，除了地上都是黏不拉几的糖浆之外，空气当中还弥漫着一股很浓的焦糖味，是真正意义上的空气也是甜的。
灾难发生之后，波士顿的北部看上去就像被轰炸一样，让人难以置信。当地的警察、红十字会、陆军和海军人员很快就赶到了现场，救援工作自然是困难重重，连临近城镇的农民都来帮忙清理糖浆了。光是处理掉这些糖浆就花了好几个礼拜，每天都有400多人帮助清理，并寻找出新的尸体。消防队用巨大的水流没日没夜地冲刷着糖浆，焊工们则小心翼翼地切割杵罐，查看有无尸体。可悲的是，许多受害者都被糖浆侵蚀了眼睛，面目全非，家属们根本难以辨认。还有的遇难者则被卷入了波士顿港，直到3、4个月后，尸体才被发现。后来，119位居民对美国工业酒精公司提起了集体诉讼，他们坚持认为钢制杵罐太薄，而且结构不好。然而 ，USRA 公司辩解称，这是当时的意大利无政府主义集团引爆的炸弹。面对这死皮赖脸的公司，这场官司持续了5年多。调查表明，钢制结构确实存在着明显的缺陷，钢墙的厚度从底部的0.67英寸到顶部的0.31英寸不等，太薄了，根本就无法支撑一整罐糖浆的重量。虽然这个钢罐使用了多年，但只有4次接近过最大的容量，而第4次就是灾难发生前。新添的那190万升，那个时候的糖浆恐怕可以填满3、4个奥运会标准的游泳池了。而这些结构工程师都清清楚楚，只不过当时公司的利益熏心，故意忽视了这些问题。毕竟赚钱是摆在第一位的。灾难发生的那一天，气温达到了5摄氏度，在太阳的照射下，暖和的离谱。也许这就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1925年的4月，这场官司终于尘埃落定。拥有该罐的美国工业酒精公司要对这起灾难负全部责任。所有在这场灾难中受到牵连的人，一共获得了62万8千美元的赔偿。这用现代的眼光看看，也不是很多嘛。死者加受害者人员一共不到200人，况且还要加上公共设施的赔偿，难道就只赔了这些吗？而事实上是，以现在的汇率来算，当时的那笔账可是天价中的天价了。具体来给你们算一算，在1914年第1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由于各国停止了黄金的进出口，金本体系即告解体。在金本位制度的后期，1美元的购买力相当于1.5克黄金。咱们用黄金来换算，以目前的金价来说，1克黄金大约是60美元的价值，所以当时的10万美元可以换取15万克的黄金。而15万克的黄金到了现在，相当于900万美元左右，合计大概是5500万人民币。所以当时62万8千美元换算过来，你们自己算吧。反正是很多很多，虽然算的不一定很准确，但是绝对不是现在意义上的62万美元。所以可见的，当时的这家 USRA 公司到底有多么的赚钱。灾难过后，波士顿建筑部开始要求工程师和建筑师要把所有精确计算的数字一起归档，并在图纸上签字，负责人也必须是相关从业人员，避免出现财务充当工程负责人的情况。企业都要开始反思，忽视安全生产究竟要付出怎样的代价。甜味本该是给人类带来欢乐的味道，然而在灾难当中却像是洪水猛兽。1919年的波士顿制造了这场最甜蜜的爆炸，给所有人都当头一棒。时至今日，当地还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只要天气特别暖和的时候，波士顿北部现在还能闻到淡淡的甜味。虽然这肯定是心理作用，但也能理解，人们永远都不会忘记这场离奇的灾难。当然，直到今天，肯定有很多科学理论可以解释，到底这场爆炸是哪里出现了问题，哪些是主要责任，哪些是次要的。但是说来说去，最终都会归结于道德问题、利益熏心。历史上建筑物倒塌的案例不计其数，也多半是因为疏忽，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人心导致的工程灾难。那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这真的可以算是最离谱的灾难之一了。如果你们遇到这样的糖浆洪水，要该怎么应对呢？可以在评论区下方留言。如果你们喜欢我做的视频的话，也别忘了点赞、收藏和关注。我是郑郑，那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